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之前讲，习近平在4中全会的时候经营那种惊涛骇浪感觉，最后他成功稳住了。但没有想到，现在最不稳的是谁？竟然是川普。你看到纽约的邮报，他这一张图直接出来之后，大家吓了一跳。他说什么？纽约现在变成一颗红苹果，原因是因为纽约市长现在的当选人就是他曼达尼，他是被川普形容说他就是一个共产党分子，他就是个极左的人。但随着现在曼达尼当选了纽约市长之后，现在美国的内战难道真的要开打了吗？所以世聪，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终于懂了为什么川习会之后，这个所谓的川普，他马上脚底抹油，要飞回去了。他说没有，我是要过所谓的万圣节，不对哦，这样看起来。纽约出大事了，对，没错，我们都知道说，事实上今年中美的这个各个国家领导人有见面，对不对？见面之前来说，我们都说，习近平在4中全会里面来说，好不容易稳住他的位置，就没想到现在呢，反而呢有点不稳了，变成是川普了。川普不稳了，为什么川普了？因为这几天的时候，美国刚好进行所谓地方的选举，那地方的选举里面来说的话，这个里面来说最引人瞩目是这一位叫曼达尼 Zohar Mandani， 他当选了纽约市的市长。你看这纽约邮报就直接说，你看 The Red Apple 就变成是红色的苹果。那事实上，他是民主党啊，照理说他应该是蓝色，那为什么用红色呢？对，因为简单，他是共产党啊，他的一个锤子一个镰刀，对，他就是共产党。对，那这是共产党的这个所谓这个标志嘛，那还有星星嘛，就跟你说，他是你看到这非常坏，连 R 都反着。他就是左派分子，对，极左派。好，那为什么他当选的时候会对川普来说变成非常大压力呢？因为第一个，他这次选举里面来说，他就是反川普。那第二个是什么？他就是这样，他是极左派，不止他是极左派啊，赵文你知道，他还是什叶派的穆斯林。哦，什叶派就是跟伊朗他们是同一挂的啦。简单说，他就是信这个伊朗那个教派，什叶派穆斯林。然后他是印度人，少数族群。然后他的老婆是叙利亚人，所以简单，他就是美国少数族群跟很多美国主流这个认知里面跟他们对抗的一个分子。然后他的主张很简单，他为什么能大获全胜呢？因为很简单，他的主张就是因为我是左派嘛，所以就打土豪分田地啊。就用这样的方式，所以获得很多年轻人的喜爱，还有那种无家可归或是没有钱的少数族群都非常喜欢他。所以他这一次来说的话，你看他的得票率是50.4%，他赢过了 Cuomo。Cuomo 来说，我们知道说他是在 COVID-19 的时候，曾经一度是这个明星人物的这个纽约州州长嘛，后来因为性侵案下台，就他直接出来跟他选。照你知道，连川普都说我挺 Cuomo。那还有克林顿挺 Cuomo， 最后还是被他赢了，而且赢很多。对，他事实上这一次的纽约的这个登记选民是这10几年来最高哦，所以等于是这次很多年轻人出来灌票灌给这个曼达尼，让他一度当选好。那这个变成是川普的第一个响钟，为什么？我都已经去挺不同，Cuomo 是民主党的，我去挺民主党，就没想到他还是输。好，那好。第二个响钟是什么？第二个响钟是在维吉尼亚州，维吉尼亚州选出一个46岁的这个女性州长。那维吉尼亚州来说没有错，维吉尼亚州在过去这个所谓总统大选里面，它是属于蓝州，但是他们过去常常选出这个共和党籍的这个州长，就被他这一次大赢。就是赢的票更多，也就是说他们观察什么？在过去蓝的选区里面，他赢更多，那红的选区里面是在缩小，所以等于是这又是敲了第二个响钟。第三个响钟，纽泽西州过去的州长曾经有共和党担任过，就没想到也是输，而且输的也是蓝州赢的越多，蓝的这个选票赢的越多，红的赢的越少，所以等于你看这3场选举来说的话。对川普来说是不利，虽然川普就说啊，我不在意啊，这个根本因为什么？因为选票上没有我的名字，所以那是我输是很正常的。可问题是，这3个大选这3个地方选举呢，让很多共和党人士都开始觉得说，明年的期中选举好像有点不太妙啊。世聪，为什么说川普真的瑟瑟发抖？真的没有很妙之外，第二个瑟瑟发抖的是谁？华尔街的人。对，今天这个极左的被形容是共产党人上来，他直接像说什么？你富人把税全部给我交出来，钱直接给我交出来，也难怪这么多人支持他。对，没错，这个 Zohar Mandani 来说，他现在是左派的力量来的。简单来说啊，就有点像是共产党来的这个感觉。为什么？你看他的主张很简单，公车免费，然后他说我要对富人课重税。所以你一旦是有钱的人，你看，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对抗里面，选举里面，有钱人全部都出来挺 Cuomo， 下广告帮 Cuomo， 就没想看
对富人课重税。你们知道纽约就是华尔街嘛，对，纽约就很多那种有钱人住在这个地方嘛，就像你看，我要对他们课重税，然后说什么啊？我知道很多纽约人呢很担心什么租金，租金冻涨，就是说你我们台湾来说，我们都不敢做这样的政，他居然就直接租金全部都不给我涨，不能涨，还说什么我们政府要主导新建所谓低价的这个公宅，就这样的意思啦。所以等于是这个不就是共产主义的想法吗？另外一个最夸张来了，他说由政府出面开杂货店，控制物价。等一下，这个真的太共产了吧？对啊，你这个就让人家想到是什么？人民公社嘛。所以人家就说，你看人民公社当时的这个中国，吃饭不花钱，努力搞生产，对，人民公社好，这不就是这样吗？就是人民公社啊。对，然后你看他说什么？他就说我们要福利为糖衣，然后以平等为号召，然后逐渐摧毁自由市场跟个人责任的这个的基础。所以呢，很多美国人很担心啊。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川普都一直说，我跟习主席是好朋友，对不对？或许可以问问习主席，你们当年人民公社搞得怎么样？或许可以问问他，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你知道，实际上现在整个纽约人既然选了这个，他会这样执行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都很怕。那我跟他讲，为什么他会获胜呢？你看，这是他们后来的这个统计数字，他的选票大概赢在什么地方？你看，这是年纪这是男性的18到29岁的这个，你看他赢了68，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女性的18到29岁，他赢了84。那你看他在男性的30到44，他也赢了66，然后在女性的话也赢了这个65。也简单来说，他是在40岁以下，他几乎是囊过了60%以上的选票。很少年轻的男女，对，没错，完全很少。所以你可以看他这一次的竞选里面来说，很多都是年轻人。好，所以那年轻人既然选了这样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承担未来的这个责任。那尤其是你看他当然有非常多争议啦，他的广告里面还用阿拉伯语。然后就跟纽约的这个市民说，用这个阿拉伯话讲了一句话，就我来自你们，也为了你们。另外还被他说什么？因为呢，他还被他弄出照片，是因为他印度裔嘛印度人本来很多时候吃饭就是用手抓嘛。我就说他跟很多美国人的主流想法都不一样，还有这个共和党籍的这个议员叫滚回第三世界。现在为什么很多美国人开始担心？你知道没有错，年轻人是很开心投了这个选票，很多人开心投了这个选票。但是回归理性来说的话，实际上这不是第一个穆斯林或是第一个少数族群当选重要城市的这个市长，而且也不是第一个那么左派人当选。对，其实曾经有一个案例，那就是在9年前的这个2016年，当时的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市长萨迪克汗，他当选这个伦敦市市长。那当时也是他的政策其实跟这个曼达尼有点像，就被他做了几年之后变成怎样？这个犯罪率飙升，然后这个非法移民泛滥，然后房价飙升，企业外逃，所以变成是这样，所以变成是说大家都很担心说，所以后来伦敦又爆发所谓反移民的这个抗议，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当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因为少数族群当选，他会对少数族群比较容忍嘛，对，但是对这些主流的白人来说，或是主流英国人，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反而爆发两个之间的这个冲突，这是过去的这个萨迪克汗。他担任伦敦市市长所走过的路，那现在呢又回到纽约，所以就有人很担心说纽约会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讲这一次其实呢，在整个竞选过程里面来说，我就讲纽约是最受大家瞩目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曼达尼本来就是他就直接跟这个富人开枪啊！你看他说什么？他说面对多少困难，我们赢了，未来在我们的手中，朋友们，我们推翻了政治王朝。什么叫政治王朝？简单来说啦，因为纽约本来就是那些有钱人权钱。你看过去他们市长的时候，彭博就亿万富翁啊，那很多都是有钱人来当这个。你光是那个华尔街就够吓人了吧？对，好，所以我跟你讲，因为你看你这一次说你要对这个富人课重税，再来就是说你要什么人民公社，你看这有谁最怕这种事情？有钱人最怕嘛，所以有些人看到你，你真的要搞这样，我们当然不能让你当选。所以你看这一次这个初选的过程，你看彭博，你看他为这个支持 Cuomo， 他投了800万美金，对啊，投资他。好，另外一个这个亿万这个对冲基金叫艾克曼，他说曼达里的财务计划会摧毁就业机会，导致企业和富裕的纳税人离开纽约。你看他就是他们都是有钱人的代表啊。那另外除了什么，还有《华尔街日报》，还有包括说有一个亿万富翁格利芬，他发给了这个相关的对冲基金的员工，就说：你这个你们要提防这个观点极端啊，那跟你们的价值观不符合的这个候选人啊。你看有钱人都是很紧张，另外连柯林顿
克林顿跑出来，他说 ，Cuomo 是个能让政府有效率运作的战士。当我们基本捍卫权利的时候，还能受到威胁的时候，我相信他会挺身而出，捍卫纽约市民啊。结果他们全部被打脸了。对，我就说，连最后川普都支持 Cuomo， 就你看这么多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啊，支持这个 Cuomo 输了，所以他才会说我们推翻了政治王朝嘛。照我这有没有像是革命的感觉？这很可怕，等于是。他现在曼达尼会引领这一些人，对，去把这一些有钱人都推倒，对，要去斗他们，对，让我想到什么文化大革命那种感觉，类似啊，就是当初革命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才说嘛，是我跟他讲，现在在害怕曼达尼的赵和，你知道吗？你以为是共和党，没有。民主党也很怕，民主党也很多有钱人啊，他们在想糟糕，我们会不会被你斗争啊？所以现在反而是民主党很担心会被这个曼达尼拖到这种极左路线呢，反而让民主党遭灭到毁灭。那为什么这些年轻族群或者是这些所谓的中下阶层呢，会支持所谓的曼达尼？因为简单，这几年的时候，你看。纽约这几年非法移民很多，非法移民进来之后，然后他们就让这些非法移民呢，他们花着这个税金。我们知道纽约的这个税金很多这是摆地摊，它的街道就已经那么窄，他们都在这边摆的。是，那你知道纽约本来就是税金很重，那税金很重来说的话，就没想到，他对这些所谓的移民非常的宽容，非常宽容的时候，就没想到就变成是有大量的这个，有人就说亚当斯就是前州长制造了这个非法移民大乐园，世界最大的犯罪集团的这个聚集地。那因为他之前是民主党，所以变成是说很多这个纽约市的市民就认为说，你民主党也没有用嘛，你的主流民主党也没有用，所以变成说他们为什么会支持这个曼达尼？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街道上看的有些是合法移民，很多是什么非法移民，对，就直接在马路上面直接这样摆摊的。对，没错。那川普呢？他在今年10月的时候，他不是就用 ICE 人进去抓人吗？抄他们啊，抓人啊！所以你知道，事实上当时爆发冲突嘛，那就让他觉得说，这个亚当斯你没有担当，你还让这个国家军队进来，你到底搞什么？所以你知道纽约市市民都是很反川普的，对。但是反川普的时候，他们又认为亚当斯你这个民主党的主流派不好嘛，所以他们转而支持民主党的非主流派的曼达尼嘛，哈。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因为为什么？因为这几年的这个纽约的这个气氛实在相当的不好，相当不好之后，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个纽约的这个大公司要离开，摩根大通，对，那世界数一数二的投资银行，他目前为止来说，在德州的员工已经有3.1万人，然后纽约有2.4万，他就把这个公司呢移到德州去，德州比较便宜嘛，税也比较低嘛，哈。那你看，除了这个 JP Morgan 之外，还有高盛也在达拉斯，他也在德州要建一个5亿的园区，然后未来会有5000名的员工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你看他们都往南去嘛，他们都跑嘞。对，为什么？我就讲纽约高税，那你看这几年的这个你做的那么烂，非法移民一大堆，然后很多有钱人跑了，那加上说赵尔，你看现在曼达尼又来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办啊？他们当然会害怕，所以我跟你讲，他这个根据纽约邮报的说法，就9%的纽约人表示肯定要出逃。因为什么？这些都是有钱人。那在830万的这个城市里面有76万人准备要这个跑走，而且高达25%的人说正在考虑搬家，这等于有212万的人心怀离意。换句话说，每4个纽约人就有1个想要收拾行李啊。所以等于是说，这些都是有钱人，他跑了，因为他们现在，我就讲曼达尼这种政策，我说不要说他们了，我都看到都害怕，对不对？所以当然很多人就想要跑。所以我讲现在对，所以就等于说，现在美国内战的第一前线，对，就在纽约。对，尤其是现在的现在的战法，不是说什么民主党跟共和党，现在是变成是左派跟右派。对，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是极右派，那这个比较偏右派，那这个曼达尼是极左派。所以现在变成是这样2党势力的这个，反而不是民主共和党，是左派右派的势力的这个大对抗，这个反而是比较有可能会撕裂美国，因为这是意识形态之争，这种反而是会打得最激烈。好，所以事实上你看这个所谓《华尔街日报》也讲了，他说美梦之后紧跟着噩梦啊，他就说这个曼达尼要踏上治理纽约的这个经济路，他到底能不能治理得好？当然不知道。不过这会让人家怀疑到过去，你看很多不看好这个曼达尼，就说。纽约市正面临的潜在的末日浩劫，他用形容叫末日浩劫。那为什么？因为完蛋了。因为事实上，纽约不是没有选过类似这样子哦。他们其实在1966年那时候选出一个叫做 John Lindsay， 就是这个人，他曾经还登上这个所谓的这个《时代》杂志哦。你看 New York the
breakdown of city， 就当时的时候就说，好像这个崩溃的城市，他还登上去，就是这个 Lindsay。对，那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他当时呢也是说啊，我要好好的做，就没想到照，你看这是他当时卸任的时候留下一堆烂摊子，都是垃圾，对，一团乱。所以他说，你如果真的没有，因为这次的这个所谓的曼达尼，他事实上并没有行政经验，他过去都是担任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议员，或者说担任这个民意代表，所以现在等于全美都在看他怎么做，而且他的执行路线，我跟他讲，你在美国这个，尤其是纽约这个所谓资本主义的天堂，你要一下子从右转到左，这个是何其难，所以我才说他的施政前景是布满了荆棘。慧珍，我们这样看起来，如果曼达尼的当选，等于是什么极左，或者是左派，或者是右派，它根本不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之争，是左跟右这样打了起来。我们刚刚有讲，纽约现在或者是美国内战的第一战。是我们都想说，纽约对我们来讲就是繁华之都哦，那个 Big Apple， 就是什么时候现在突然之间会看到类似战争这样的场面？哇塞，这发生什么事啊？竟然在这个昨天的7:06的时候发生，竟然就是在他们的一个朗伍德街一个建筑物前面，直接车子起火，起火怎么会炸到这个地步？这真的会吓到人，你会这个一瞬间突然就直接炸光嘞。是，然后呢，整个街道全部都被照亮，然后大家我真的觉得这里面是放炸药吗？大家跑成这样，这怎么可能会是一辆车？就他现在就说的，因为其中的一辆车结果炸了之后，造成大规模的一个可能其他车子停在后面也因此而炸开来哦。你这在这个场面像不像战争的场面？整个大火烧了大概1个多小时，到8:20才被控制下来。那至于起火的原因到目前为止，他们这个在那个还没有完全证实说到底是单纯的一个意外，或者是真的是有人为的事故在里面但现在大家就心想说，纽约你看这烧成这个地步。对。而且整条街几乎旁边的也都被烧到，所以他们现在在讲纽约好像感觉已经不再是我们以前印象中那种繁华之都。那同样是在美国很乱的，还有哪里呢？在芝加哥。你现在看到画面，这个是爸爸带着一个女儿他们去买东西。你看第一个人持枪冲过来，拿枪直接对着爸爸，这会吓死。然后就跟他说你要。而且还挥他打他然后爸爸那个包都掉了嘛，就想说那就赶快，就是你看你要拿我什么东西，所以他包就掉。他除了包就掉之外，你知道他这个抢的过程里面，马上他的同伙第二个人又冲上来，就第二个人又冲上来之后呢，你看第二个又冲上来，还有第二个人，我以为只有一个人冲上来之后，然后就是从他皮夹里面就叫他拿钱出来，然后你看就说你身上有没有东西，你身上有没有东西还要再抢，然后呢，你有没有看到第三个还有一辆车？他只是开车载孩子回来，对，结果他在路边被抢完之后被打完之后，连他的车子都被开走了，是都被开走，然后他们就心想说，这什么治安呐？真的太可怕了。然后呢，他们就有人就看到这个情况，想说，你是不是故意在挑华人？有没有？他把车关好，他还特别在那边弄所以他跟他除了要他的钱之外，还有就是跟他要钥匙，所以你才会看到另外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出来，把那辆他的车子给开走。你看，有没有挥他一拳之后，然后又这样子行抢，然后又偷东西，所以人家就想说，这个纽约，而且光天化日之下，他们锁定一个亚裔人士，爸爸带着孩子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抢劫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真的太惨了。你看到车被拿走了，他的钱被拿走，唯一剩下的是什么？是小女孩拿这个万圣节的这个所谓的筒子。只剩糖果了，是他们什么都没了，他们只剩糖果没有抢走。我刚看到那一幕，想说他不会连抢小孩子手上那个糖果都要拿回来抢走，真的是太过分了。不过就是现在这个感觉上，美国到处每一个城市，很多城市，尤其是民主党治理的城市都是特别乱。你现在看到有没有蒙面歹徒3个人持枪干嘛？就是要去抢这一个跳蚤市场里面的珠宝，连跳蚤市场里面的珠宝你也要抢。然后呢，有没有他打他们，然后2个人那边搜刮，结果旁边就有那个说你不要动，你不要抢，你不要抢，你不要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你们出去，你们出去。就有人就是那个店员跟他们在那边争执当中，然后把他们赶出去当中。结果那个人家是拿枪而且3个大汉，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旁边人拍？因为店员竟然还打他们，店员还追上去打他们，有没有？店员拿那种板子打他们，就旁边想说完全没有用，他就跑了。对，完全没有用。然后这个是抢什么？你知道当铺。就是当铺，但这个非常厉害，因为那个当铺的那个员工，他们竟然就反击，他们也拿枪支反击，结果有5个全副武装的人去抢他们之后，店主跟那个员工跟他反击之后呢，就这样子枪战之下，2个抢劫犯就这样被杀。
幸存的3个人也被逮捕了。所以这里面他本来是要去抢劫，结果没想到门被锁起来，他们在里面竟然就枪战了。是就枪战，太可怕了，真的拿枪出来对轰。然后这一次还好是那个当铺的他们是获胜哦，不过也是2名抢匪哦就这样身亡。所以人家就想到说，在美国你只是开一间店，感觉上好像都要每天把命搏一样。那事实上刚有提到，为什么这一次全美国都在关注这一个纽约的选举哦，纽约这个市长的一个选举。其实世忠哥刚刚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点，刚刚你提到这个人啊，曼达尼啊，对，哇，你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做出什么样的一些承诺吗？我们要把纽约房价太高了，房租太高了，我们要房东冻涨。对，然后下面人然后然后就有人在受访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说：“哎，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亿万富翁的问题哦？就是贫富差距太大。”他竟然说：“我认为美国根本不应该有亿万富翁。”天啊！这个他要把他的财产给收走吗？所以现在大家为什么刚刚世忠哥有特别提到，大家会那么多，连民主党里面的建制派都那么害怕，还有连民主党里面的一些前辈们，比如说像拜登、像裴洛西，都被他们骂的不得喝，你知道？他都说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裴洛西，你们这些人，你们根本都是为了企业家，你们根本就忘了民主党的初衷。他直接说什么？他说民主党的领导们是什么？软弱无力，是没有用。他痛批他们，他说你们民主党这些人根本就是企业之上，你们根本这 feeble， 你们是软弱无力的，你们根本就被传统束缚了。他就说你们根本就是为企业家效劳。哇，这个标签上贴下去之后，所以你知道美国现在贫富差距问题很大，所以他当然就广阔到这一些一般的，尤其是40岁以下，因为现在其实年轻族群是面临到生活成本那个增加的问题加上，然后那个工作却找不到，这就为什么他可以横扫年轻族群。可是你刚刚听到那些根本就是好像有在什么破四旧啊，对。很可怕，那个口号很吓人，很像啊，就是要那个什么斗地主啊、斗老师啊、斗房产啊，什么都要斗啊。无产阶级的革命，我们动起来！真的只差没这样，所以他们为什么在里面这个内部会非常害怕？他甚至你看他后面讲了一句很可怕的话。传统束缚了我们一直在那个谨慎的祭坛上低头啊，我们付出了太多的一个代价，所以啊，我们让太多的那个劳工阶层受苦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提到他现在很多所谓有点类似农民那个人民公社的一个 idea， 等于就是共有共富。这我跟你讲，这完全是反对美国的一个建国的理念，什么 America Dream， 就是美国梦啊。然后呢，现在呢，包括你现在很多的媒体啊。像政客啊 ，Politico 这个杂志，他就想到，他直接把它定位成什么啊？他说哦，这个民主党的这一些选民哦，都已经埋葬了拜登主义啊，拥抱这个混乱啊，拥抱破坏啊，然后只差没有直接讲什么拥抱共产党，因为现在这个提出来这些，其实让人家觉得很可怕的。然后他们就说。尤其是这一些其他的这一些建制派的民主党的比较老的这一些，感觉上已经慢慢被这些年轻人或者是新秀给压过去。果真，我们过去都讲什么？中国手摇饮很激烈啊，外送员很激烈啊，为什么？就是一个字卷，就没有想到中国的卷，中国的激烈，现在在美国也发生。美国现在的手摇店也一家开起来之外。我从来没看到美国也有外送员，而且外送员也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真的是一场穷人跟富人的战争。那美国可能会跟你长得不太一样，因为美国的穷人吸引了中国这些卷的企业。最具代表性的2个东西叫手摇饮，一个叫外送。对，其实全面正在攻陷美国，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个生意太好做了，连中国最便宜的叫什么蜜雪冰城，在中国最便宜的手摇饮珍珠奶茶，现在他跑去哪里开吗？跑到曼达尼的纽约，他现在卖一杯是什么？一杯1美元的双麒麟跟芒果奶茶只要1美元，因为中国只要台币30块的饮料，对，30块。他现在想的是什么？很便宜耶！我跑到纽约，人家人均一杯7元的拿铁，我现在要跟你打，我用1美元打你7美元，我真的是打什么？富人跟穷人、左派跟右派的战争嘛。我卖1元，看能不能在纽约卖得动嘛。攻占美国，所以你看到以后可能是整个纽约
会出现蜜雪冰城，然后再来非常洗脑的蜜雪冰城的歌，那非常可怕，那就是低价，然后中国很活出来的产品。所以不止它哦，现在霸王茶姬也开始在攻占美国各大的购物中心，这是在洛杉矶，它已经开始在购物中心开所谓的霸王茶姬的店。那整个美国可能到时候各个街头巷尾你都会看到霸王茶姬、蜜雪冰城，因为美国的贫富差距太大了，那中国又很卷到我成本可以很低。我就去打这一场，参加美国这场左右战争，我去抢穷人的生意嘛，我用$1来抢生意嘛。对，所以中国现在很自豪，还出了一本书，叫什么《奶茶出海》，然后告诉他正出了一本书《奶茶出海》，我们看错，而且他真的是很得意的告诉别人，这是中国反攻美国的一个很重要一步，因为他看到这个照片了，这也是纽约2025年，我们现在是贸易税关税打了，结果人家喜茶在纽约开店，时代广场大排长龙，然后他很自豪在出书说什么，美国人不只会讲咖啡有多少糖浆，现在已经会说奶茶要几分糖了。这个完全一样，你要几分糖，要半糖、全糖，他都会了。更重要的内涵是他接受它。所以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说，美国人谈到芯片、跟汽车、跟国防领域这些都没有办法接触到中国的东西。但是奶茶时尚年轻，日常消费庶民嘛，美国人会接受，所以国会议员不会在国会里面质询说你怎么在喝中国的奶茶，所以这是一个入口。透过珍珠奶茶，透过手摇饮，正在进攻美国，所以会改变美国。所以不要以为关税挡住了所谓的中国产品，中国平价产品正在全面的大出来，所以蜜雪冰城要去，喜茶也要去。好，再来，你没有想到的是，美国竟然也烧起了中国这种外送战争，然后真的假的？最大的外送平台叫 DoorDash，它现在成长得非常快，已经占有美国60%的市场，然后拿中国最大的美团来比的话，它营业额已经快要追上来了，所以可能未来几年它会追上美团。它完全做的是什么？完全是 copy 中国的模式。什么叫中国模式？就是用内卷的方式，我用最便宜的成本把这些人计算得非常的高，所以用怎么样？一个失业率很高的地方，就会有很多外送员。所以美国那种很大的街上，什么每个都会骑个机车这边送外送，以后会常常看到。为什么？因为当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一些贫穷人他可以从这个地方赚钱。那这个平台又可以从这个地方也赚到更多的利润，卷到美国去，就是这句话嘛，把中国最卷的2个东西送到美国去，这就真的是美国。所以你看到它其实用营业额利润来比的话，它的利润美团一度不赚钱嘛，可是美团现在是在赚钱了，DoorDash其实都在赔钱，这代表什么？卷都在赔钱嘛，在补贴嘛。可是就是中国战法嘛，所以它现在整个占比已经达到65%，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外送平台。美国就跟你想的不一样，完全是中国在攻陷的。所以我们这次看美国左右战争到底有多严重啊？美国富人对于华尔街、纽约竟然诞生一个所谓的左派的人，多么担心！这是对冲基金啊，在华尔街对冲基金的富豪非常多，都赚很多钱。这是叫克里夫，他在 Twitter 发什么贴文，你知道吗？星球崛起，放一个星球崛起的图片。对，这代表纽约星球崛起啊！接下来又发一个图片，自由女神像被埋没了，你们把它摧毁了，你们这摧毁地球、摧毁纽约市的象征，还有加密货币也是一个。华尔街最厉害嘛，炒家最多，这个人叫安东尼嘛，一个社会主义者，竟然被选成世界金融首都的市长，这对他们讲是无法。他们就说纽约真的要毁掉了，社会主义者就完蛋了。对，所以他们最不爽的，他接着讲，因为社会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花别人的钱，所以他们这样非常投资。右派人非常讨厌左派人，觉得左派这些思想就是把我的钱花光。但是你真的拉历史来看嘛，纽约其实撑起了美国经济。美国这样起起伏伏，包括每一次的事件，那纽约一度往上靠了。美国靠纽约，纽约靠华尔街嘛，这样的成长，所以他们2个其实是共生共荣的。其实纽约的繁荣其实是靠着华尔街赚钱，华尔街还曾经怎么样帮助他们修复破损的基础设施，包括中央公园今天为什么这么好，都是华尔街这些富豪们出钱去。所以你看，金融首都到底靠的是有钱人还是靠了穷人？但这个图当然讲出一个答案，其实这个城市繁荣其实靠的就华尔街，靠的就富人。如今变成这样，他们当然很痛苦。那我来
来用一张图也可以告诉你左右派撕裂有多严重，是他们2个选票的地图嘛，包括古默跟曼达尼嘛，结果他的选票分也非常的明显的，古默的票就是这么明显，然后再来曼达尼的票在这里没有拿到啊，这我们把细的去分，到底哪些区是那个古默拿的票比较多？上东区中央公园在这里，下曼哈顿下城华尔街精英在这里，这2个区都是纽约最好最豪华有钱人的，对有钱人住的地区，所以这些地区古默拿到60%的选票，非常撕裂哦。你看到双方票，蓝的就是蓝的，黄的就是蓝的，黄的完全是分裂成2部分，所以美国现在真的是陷入一个非常左右分裂的状况。最明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最明显的是最近有一个人也是让很多美国平民非常不开心，但是大家看了有点傻眼。他要求1兆美元的薪水嘛，正在表决，就是马斯克。可是马斯克同时在干一件事情，你真的是很难想象。美国竟然左右分裂到这个地方，他竟然要求要推出一个叫 AI 的新的百科全书来校正维基百科啊！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发出一个新的维基百科吗？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维基百科太过左派的思想，未来百科全书都要分左派跟右派2个思想完全不一样，用这个方式来解释世界，可以看到美国的分裂有多严重。宇轩，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到，现在美国竟然是什么有手摇椅跟外送整个被输入了。结果我想说，中国现在也太厉害了吧？你看到这个所谓的机器人，这太像人了吧？结果现在连中国网友他们都不相信，这里面一定是真人吧？那我觉得这太不舒服了嘛！首先你看他很像是一个真人然后穿着我们讲的人的这种紧身衣然后步出而来。为什么大家会这样觉得？第一个，你为什么要做性别特征啊？你为什么要把它做得像女生一样？因为中国网友在质疑说，机器人就是机器人，它就无性别，你弄一个前凸后翘，感觉起来不太舒服。结果后来呢，仔细把它放大来看之后，越看越不对劲。第一个，它有一些奇怪的皱褶；第二个，它好像后面有类似肩带的东西；第三个，它怎么好像有耳朵？那第四个，它越看越不对劲，说，小鹏，你买个公升球，你会不会只是把你们其中一个员工比较苗条的，把他套一个紧身衣出来就给我们骗资金啊？所有的中国网友都在提出这个质疑。小鹏说 ：“No， 不是，我们这是骨骼配合肌肉，就套上他的皮肤，所以呢，呈现出来的样貌呢，这种女性类人类叫做 Iron， 非常的丝滑，还会踩猫步啊，屁股还扭一下，有猫步，就是这个猫步啊，特别是因为它有22个自由度，你知道它手非常灵巧，80几个关节，所以跟人一样相当的轻盈。但坦白讲我讲大家看的不是他行动。”我们不是被他的行动震慑好吗？而是因为他整个体态，你把它做成这样子，真的看得很奇怪、很不舒服嘛。而且什么叫做骨骼，什么叫做肌肉，对不对？大家提出这个质疑，他说没有。我跟你讲，未来我们会跟人家合作，在2026年4月之后呢，会量产，而且身高都不会高过170。我还想说，你真的要做一个人出来啊？但是。来，网友提出质疑了。来，赵好，你看这边这是不是看起来我们这样很像一些奇怪的这种？他说什么？中国人质疑为什么机器人要隆胸还要穿 bar？ 对，他说来，我就给你看一下，这个地方也太奇怪了，而且还有耳朵。他后来还有一张照片就他的耳朵也很奇怪，就好像有一个小耳朵，对不对？结果后来小鹏干嘛？我都怀疑是他们自己在自导自演。他就说：“我来脱衣服给你看。”他把机器人蹭杀蹭口，对，他就来直接现场真的脱嘞，对啊，他就直接现场，而且我看这个影片我还是觉得很怪的。你看，特别看哇，他这个手这个关节，这个绝对不会是机械的啊，这个绝对不会是人的啊，是机械。然后还说至于他的耳朵是一个阵列雷达啊，阵列雷达这个阵列可以收音，麦克风阵列，所以呢都是你们误会了。然后大家说，真的吗？你看他还特别把他耳朵这边摸一下，因为大家没有看到真的整尊这样拉下来以中国的尿性，你还是很难相信。但我们现在姑且信之，好不好？相信他真的做出来一个，因为他只有公布这个，这个是他原型的 prototype， 也就是他的骨架。你看这个骨架，但是骨架跟这个现实最后端出来的，你居然还是不太一样啊！因为你如果只看这个骨架机器人，你会觉得很普通啊。对，中国烂的机械一大堆，就长这样子，然后就走路这跌跌巴巴的，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啊，对不对？所以呢，到底这个是真是假我先不上车，姑且信之。但你知道为什么中国网友对于机器人会这么火大吗？因为中国大概99%都是造假的、骗钱的。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案例这是有一个网友我看他样子很像是老外，他买了一台中国，他干嘛？机器人撞了，你有没有看到这语速的机器人对，他可能不知道叫他下什么指令。他只可能跟他讲说，出门了，你跟我来。结果你看他就直接把他撞了。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还是第1集而已，还没完。他打电话说怎么办？我机器人被撞到了。就你看他还锲而不舍的持续往前
这样呢把整个镜子呢往自己身上靠，撞烂了。对，然后它的主人呢，本来我们讲的觉得很废，然后很愤怒，然后废到笑，所以你看到后来他叫他煮饭，然后就他发现说他拿这个锅铲呢有问题，说你好了，你做的很好，你还是别做了，就是你不要给我动哦，你不要给我动哦，我去旁边。就你看哦，他就很调皮，他自己先把这个铲子拉了之后，然后他的手指头好像脱节了。哦，然后就把那个我们讲的锅盆里面的蛋哦，整个丢在地上，傻眼了还消音，他本来傻眼了，他可能想说 what the， 你知道吗？结果他自己又在原地里面跌倒。他跌倒之后呢，你看到没看到？他说我来救你啊，不要再这样了，兄弟啊！他说不行，我要吃蛋液，厨余太滑了。坦白讲，各位这闹剧一场哦。我们真的看不懂，说这机器人你买了要干嘛？可能买了可以把你气死而已。而且我讲，因为这是 AI 的，代表说中国的 AI 跟它的晶片上还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通常都是拿来骗钱的。但你知道最骗的是什么吗？根本不是机器人，叫做遥控机器人。也就是说，语速之前在展示的时候，都被他现场发现，有个男的西装笔挺，然后他手永远不会在前面。然后呢，机器人走到他就在后面，对，他就这样动，他就跟到动，他跟到了，为什么呢？比如说造的机器人，其实我手后面对不对有遥控器在操控，那根本就是操控的，不是？你也拿好一点，你也藏好一点，这么烂成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讲玩笑归玩笑，最可怕的是什么？现在害怕的是说，这些大量输出的语速垃圾机器人呢有漏洞，也就是骇客今天呢感染一台机器人，就是利用这个机器人再传染给另外一台机器人，所以机器人变成坏机器人，他跑去碰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变坏机器人，然后语速说没有，我们已经修正了，29号说搞定了，就更好笑的来了哈。10月25号的时候有一台机器人大赛，叫做 GeekCon 2025，这就是极客大赛。就你现在看到有蓝方跟红方，这个蓝方是谁呢？是已经被害的机器人。他走到了红色后面之后，是把红色机器人害了。所以这个红色机器人害了之后，你知道干嘛吗？他就走过去呢，把这个前面的假人给打倒。他在说明一件事情，白袍华克说：你们语速少了给我这一套。因为呢，当我害了一个机器人之后，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机器人再害其他机器人，然后再让这些机器人呢去做一些非法、违法甚至伤害人类的事情。所以语速机器人可以用这种骇客层次完全骇入，然后去伤害人类。对，所以没有错。治安也太烂了。而且我跟你讲更倒霉是什么？比如说你买的是 A 机器人，对不对？然后别人是 B 机器人，然后你用自己的 A 去感染 B 之后，再把自己 A 撤走，然后再用感染的 B 呢去揍别人，然后最后那个 B 的那个我们讲了机器人主人就是倒大霉被公安抓去关。所以呢，显然中国的机器人还有很大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